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持续推进，而俄军的表现不尽如人意，他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加强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这几天，外界对俄乌冲突的关注度被乌克兰自地的公投所抢了眼球。公投入俄虽然是俄罗斯解决战争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，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占住这4块土地，还要看俄罗斯军队是否能够打出优势。就目前的进展来看，俄军似乎除了在巴赫布特占领了一个发电站以外，在顿巴斯的多处地方都处于守势。乌军在收复哈尔科夫之后，并没有被奥斯基尔河所阻断，他们还强渡了北顿涅茨克河，库普扬斯克和斯托亚托格尔斯克持续遭到乌军的攻击。位于斯维亚托格尔斯克西侧的一个定居点被乌军攻占，这直接威胁到了战略要塞红利曼西侧的防线。有报道称，乌军正在几个方面对红利曼展开围攻。按理说，俄军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组织，应该有足够的兵力来组织防御，但现实呢，却让人看不懂。因为俄军似乎一直处于人力不足导致了守势。乌军的持续进攻至少说明一个问题：俄军在哈尔科夫撤退时，并没有如网上所传言的对乌军有生力量进行了严重杀伤。因为俄军在撤退的过程中，对该地区的乌军的打击手段有限，而且没办法利用空中优势对地面部队造成大面积杀伤，导致乌军仍有余力不断扩大在顿巴斯地区的优势。不过，这种优势呢也是有限的，因为红利曼早就遭到他们的威胁，到目前为止，他们还没有拿下红利曼。这说明双方都存在着不足，很可能这场战斗又要打成焦灼状态。现在，顿涅茨克、卢甘斯克正急着举行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全民公投，并且要在俄罗斯境内征召30万的预备役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，俄军目前因为兵力不足而在多个地区处于被动，因此到了不得不进行局部战争动员的时候了。而更夸张的是呢，乌克兰军队重新夺回了吕须尚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。虽然这个村庄不大，但是却意味着俄罗斯军队已经失去了对卢甘斯克州的全部控制，被乌军打开了一个小缺口。而卢甘斯克州可是普京发起这次特别军事行动最核心的目标之一。西方媒体认为，这是一场虽小但是有象征意义的胜利。虽然泽连斯基声称乌军的行动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期，需要积蓄力量为下一次攻击做准备，但是前退的乌军似乎仍然在不断的攻击顿巴斯地区的俄军防线。但令人吃惊的是，俄罗斯军队似乎并没有做出有力的反击或者是防御部署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俄罗斯军队目前到底在干什么呢？这里面存在着几种可能性。第一，俄罗斯统帅部的确在下一盘大棋，也就是组织一支预备队，为冬季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做准备。而这支预备队可能目前还没有准备到位，也就是说，俄军目前正处于积蓄力量的阶段。第二种可能是俄罗斯军队的后勤保障出现了严重问题，不足以支持俄军展开大规模的反攻。从普京亲自组织国防工业会议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，恐怕俄军在武器装备和弹药的供应上出了问题，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那么应急之策就是从国外引进一些武器装备，比如说从伊朗进口无人机，但进口的无人机是需要进行地面人员培训的，而人员培训是需要时间的。第三，俄罗斯想要在占领区举行完公投入俄以后，再展开报复性行动，到时候俄罗斯国内的预备役部队就可以进入乌克兰实施作战行动了，而这将极大的解决俄军所面临的兵力不足的问题。总体来看，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反攻之后，并没有打出漂亮的反击战，甚至呢也没有很好的稳住阵脚，让很多人呢看不懂。那么其背后到底是不是在下大棋呢？
还是真的失去了进攻的动能呢？可能这些问题还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。而普京最近宣布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进行局部动员，或许已经接近了答案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